有讨论一个主题，它的前面的原因就是说有一个人心里没去点击这底薪，他不愿意，然后后面就衍生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答应后不理不睬，后果会不会很严重？你答应要做提薪，后来不爱做，不爱插你，安尼后果会不会很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神明指定这提薪，不就是要替他代言指示吗？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顺序有点倒变我们应该先讲第二题。新明要指定你做提薪，是不是就是要你代言指示？那你需不需要这么做？应该这样说吧。那你们觉得，如果是一般的传统宫庙的话，如果是你，你愿不愿意？一般没有，这底薪啊，看情况，所以有可能卖得了，不一定。你也你卖不？啊？我啦，我是讲你今天没有认识真源啊。没认识真源的，我是去披萨。所以当初你嘛是无愿意对吧？你敢没？不然，你敢没？有花你要吗？你没有认识真源，你都还没有修。今天神明看到你了，把你抓来，讲你爱这外底薪，帮我办事，你敢没？不要，应该。我或许会，对不对？或许会。或许会。你呢？你也不要。所以现场调查起来就有50%以上不愿意，对不对？大部分是不愿意的。那如果今天你真的遇到这种状况，你怎么办？很多人如果你还没有像我们真源这样的修行的方法，用现代的方式在引导，很多人遇到这种状况，可能就是答应不答应在那边抉择，接下来就会遇到的所谓的考验就来了。不就是我们上课常在说的临逼体啊，你的身体开始干扣手，要开始袂顺，给你磕到你头头，会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如果以我的理解方法理解，因为我们有经过真源经过老大给我们传法，所以我们知道很多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的神明，不是我们先不要讲那种很正统的大庙的神明那可能层级会高一点。那很多的庙宇或者宫庙的神明，大部分都是这个人的小我。比如说，恁家开一间宫，你有在修，你们家的神明有可能就是你的小我。既然我们都已经是有小我的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就是心连被俩一，就是你的小我被带引无了，也就是你本身可能你的生命蓝图中具备了一些执行项，你需要去办事，需要去服务别人，所以因为没有人去启发你的小我，所以你的小我就会假鬼假怪，假装神明来闹你。或者透过别人像像这较敏感的来一个修掉领导前面讲要抓你真谛因为你感受不到，他感受到了，其实是你的小我跑去找他来到你们家，小我跑去找他闹他，然后他比较敏感，稍微有修过就会变成说领导前面讲你了啦，你爱修要抓你这种情况就产生了所以刚刚说抓机。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以前还没有灵修派别出现的时候都是尴尬，所以小我也会沿用这个模式因为没有接触过，你还没有接触过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被旧的那种模式所沿用。好，如果我们没有接触到真源，我们不知道这个状况，然后就会被因为你不答应，然后你的小我就能够闹到你。所以什么叫临逼体？
临逼体，我们以前上的课就是我们的小我逼着我们的身体要跟他一起做盛事，对不对？所以就会让你的身体出现状况，让你的经济、让你的运势都一直很不好，对不对？这个跟神明在处罚有没有一样？一样，一样哦。所以你们现在理解一下哦，我们的小我在让我们临逼体跟一般的公庙说被俩一这霹雳不爱给你处罚是一样的状况，状况是一模一样。所以总结起来，通常是小我在临逼体才会这样子。那你听好不？所以如果是没有被俩一这霹雳不大人会产生这个临逼体的状况，因为小我也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人跟他沟通。所以小我会处罚你，很正常。哦，神明，所以小我等于神明，小我等于宫庙里的神明。但是我们的教育，小我并不是神明，这是我们理解的。但是一般人并不知情，就会认为宫庙里的神明就是神明。那其实宫庙里神明里面通常都是小我。这样理清了没有？理清楚了啊！顺便第一题也解掉了。你不答应会，通常没有经过训练的小我会来处罚你，会来临逼你，让你身体运势受损。那如果经过，如果你不愿意当底薪，这就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是接受我们的教育，我们告诉他这是小我，跟他的小我沟通，慢慢的用做善事的方式，或者灵修之后来直视，这样他就能够都能接受。那如果他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方式的话，你就回去用传统的方式。所谓的传统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杠低嘛，你就是答应当他的底薪，你去杠低了。那你如果你又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教育，你想用传统的，然后你又不愿意当底薪，有没有解？有解还是能解？有解哦，怎么解？你不愿意来灵修嘛？你要带着任务，你的小我要执行任务，你不答应的情况下，怎么解？你又不愿意当底薪怎么办？又不让他杠杆怎么办？跟你的小我，我们知道的叫做跟小我沟通，我们来协助你跟小我沟通。那他不接受我们的教育，你就换一套说法，我来替你扛你性命沟通，懂了吗？其实就是跟小我沟通嘛，透过我们知道的来帮他沟通。用什么方式沟通？你不愿意接受杠杆，那就不要杠杆；你不愿意接受亏功，那就不要亏功。可不可以多做善事？你指定的善事，我请你的肉体，请你这个得住去做，你能不能答应？如果答应，就不能再干扰他。那你答应了，你就必须去做。比如说，你不要当底薪，那就不要当啊；不要亏功，那就不要亏嘛。你的这个神明如果答应的话，然后你答应，我每个月要捐100米1000金，我每个月当志工几个小时，你的神明愿意答应就 OK， 但是你答应的一定要做，没有做会如何？不是神明处罚你，是冤亲债主一起来，冤亲债主一起来，所以这里得到一个答案就是，通常需要修的小我带着任务的，会有什么状况？会。不是只有小我逼着你做，其实你是有很多冤亲债主要做，你才会带这么重的任务。所以任务带重的不要太高兴，从小环境最初就这样。按那条啊，传统或者我们的教育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融会贯通，你就能接受。这样听懂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加分享。